四川江油抗争持续延烧，现场响起习近平下台的呼声，多名学生被捕，相关讯息在全网遭到封锁，江油迅速成为敏感词。据传事件惊动中南海，习近平震怒，公安部长王小洪介入处置。与此同时，中共正在推动抗日题材电影《南京照相馆》全民观影，政治宣传扩展至海外。中共驻美大使谢锋在北美首映式发表讲话，却被舆论质疑是在搞高级黑。民间则用江油照相馆回击官方叙事，讽刺意味浓厚，抗争情绪在多地蔓延。您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中国近期多地爆发抗争冲突，继青岛大学生宿舍中暑事件、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以及杭州粪水事件之后，8月5号，四川的江油事件更成为焦点。民众反映，事件初期，江油市政府虽然敷衍拖延，但态度还算克制，而在上级部门和绵阳警方介入之后，情势急转直下。先是绵阳市公安强势接管民众抗争现场，使用暴力清场手段，导致现场局势失控。警民对峙中，民众喊出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多名学生被捕。审讯时，他们被要求统一口径，不得对外透露受伤是被警方殴打所致。江油事件爆发在敏感时刻，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同时也正值成都世运会在即，抗争直接冲击到中南海，传习近平震怒，王小洪直接干预，不仅抓捕学生、晋升被打伤者，还封锁了网上所有的相关信息。江油一词迅速跌出微博热搜，在网上只要出现江油一词，立刻被禁言封号。中国网民随后改用酱油等谐音绕过审查，但相关影片仍遭到删除。除了网络封锁，就连 DeepSeek 也对江油警察等词汇显示思考中断，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审查力度。但这更激发了全国的声援行动。电话革命爆发后，江油公安局的电话被打爆，舆论不满情绪持续扩散升高。8月7号，新华社直播成都第12届世运会时，大量网友涌入直播频道，刷留言声援江油民众，抗议官方暴力和新闻封锁。随即直播被刷爆，新华社被迫关闭了直播。与此同时，昆明市勇士广场上也出现一名民众公开举牌要求习近平走人，画面在网络疯传。该名举牌者随即被消失，至今下落不明。综合网络上多方消息和爆料显示，中国由地方民怨引发的抗争示威浪潮不断出现和蔓延，恐呈现几何级数增加的趋势。官方再怎么加强网络审查和现场封锁，仍无法阻止和掩盖民间抗争。江油照相馆一说就封号，近在身边的事情不准谈论，南京照相馆却一说就高潮，远在80多年前的事情却宣泄至极，这就是中共制造的政治怪异。有人把这次江油事件形容为江油小64，也确实很贴切。难怪有民众在微博上发出江油照相馆的图片，讽刺中共公安对民众与中共宣传中的日寇别无二致。更讽刺的是，在中共高调运作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照相馆》的全民观影之际，中国又出现反日浪潮，网友们对当局借此宣扬仇恨不满，更是反呛揭露中共屠杀数千万国人的暴政历史。名为北京不静音的网络博主，在他的视频中直批南京照相馆是用脸谱化、恶魔化的方式给中国观众心里植入仇恨，宣扬仇恨，实际是毒害了中国人。他反问：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害几千万人丧命，有人提吗？还有网友反问：64的真相要不要守护？一直被中共掩盖的8964天安门屠城的真相，到目前为止，中国40岁以下的人多数都不知道。中共一直否认他1989年残暴镇压了参与民主运动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但是当年北京市民、学生和外国记者都是见证者，
他们拍下众多的现场图片，都足以证明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网络上有人贴出若干中共军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手举冲锋枪的照片和军人在一片狼藉的广场上的照片，并且标注为北京照相馆，警示发生在北京的8964事件。中国公民记者现定居台湾的周曙光说，中共军队有随军宣传人员和战地记者，他们会拍一些纪念照片，中共内参的照片可能会更加血腥，更加真实，只是没有流出来而已。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曾建元评论说，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统治下，非正常丧命的人数远远大于日本侵略中国时所丧生的中国人。南京照相馆所描述的非人道情况，我们在8964北京屠城中也看到了。让人更不能宽恕的是，中共一直操纵抗战话题，鼓励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而他却一再掩盖自己的历史罪证。曾建元表示，日本经过深切反思，已经从当年的法西斯国家变成现在的民主国家。当年侵略者现在成为东亚地区和平的非常重要的支柱，而中国跟日本对比起来，它却是往历史的逆流方向走。中共对国人掀起了仇恨洗脑狂潮，还担心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中国留学生落下了。8月6号举行了南京照相馆北美首映式。有趣的是，中共驻美大使谢锋出席首映式并致辞。他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任何歪曲二战历史真相的图谋，14亿多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任何开历史倒车的行径，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都不会答应。难道谢锋是在搞高级黑吗？是谁在歪曲中国8年抗战的真相？又是谁在开历史倒车呢？随着93大阅兵的临近，中国网上的反日情绪直线升温。日本方面已经发出警告，担心中国社会会再次被推向民族主义狂热。这一波抗日电影攻势是有组织、有节奏、有目的的政治策划。表面看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实际上是要把情绪一路炒热，直接推到93大阅兵。而这一切的操作，通通都是要为一个主题服务，宣扬中共是抗战主角，是历史功臣。可惜，你可以用宣传机器塑造认知，但你却抹不去真正的历史。1937年，卢沟桥事变打响抗战第一枪，领导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中正委员长。国军在8年抗战中与日军作战，22场大会战，3000多场中型战役，数万场小型战斗，阵亡将士超过300万，少将以上将军阵亡250位。他们拼死守国土，转战大江南北，一寸山河一寸血，在重压下挺到最后的就是中华民国。四行仓库的800壮士是国军，蒋夫人宋美龄赴美演讲，争取国际支援。飞虎队在中国上空作战，美国武器援助不断，全世界援助的是中华民国。最终，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字无条件投降。代表中华民国签字的是徐永昌。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因此成为世界5强之一，是联合国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国际公认的抗战胜利者地位，这是真正的历史。反观中共，龟缩在延安搞点游击战，唯一的大动作只有百团大战，却激怒日军，招来烧光、杀光、抢光的3光报复。此后中共就再没大动静了。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唯一的阵亡将领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对比中华民国阵亡250位将军，如何比？如今中共想靠一波抗战电影加阅兵加舆论轰炸来偷换角色，给自己贴金。可历史不是靠电影写的，所以今天他再怎么炒仇日情绪，再怎么演抗战大片，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中国抗战的主角不是中共。曾建元先生指出，极具讽刺的是，中共宣称中国当年是被侵略者，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却是一个对内压制人权、对外输出党国集权思想、
对外国进行长臂管辖、干涉主权的一个集权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反讽。对将有抗争的封控，对南京照相馆的全民观影，两个场景时隔80多年，却共享同一个操纵记忆和情绪的逻辑。历史被当成武器，真相则被深埋，而人民则在用江油照相馆回敬南京照相馆，以讽刺抵抗洗脑。历史可以被剪辑，但无法被抹去；真相可以被封锁，但无法被消灭。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民间反击，或许正是未来历史的底片。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